有人说，如果张艺谋是一个高粱种，那么吴天明就是给他提供试验田的人。我深以为然。其实不只是张艺谋，包括田壮壮、陈凯歌等蜚声中外的电影人，也是吴天明一手培养出来的。可以说，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的第五代导演。那么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部他在1996年执导的电影《变脸》。该片由老艺术家周旭、粤剧名家赵志刚以及周润莹担任主演。桥如虹，水如空，一夜飘然烟雨中。在朦胧的河面上，一个老艺人悠然地划着乌篷船。靠岸后，他背着青猴来到镇上最热闹的地方，为大家表演看家绝技变脸。由于他技艺精湛，所以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和鼓掌。而此时恰逢川剧名角梁素兰路过街头，因为他擅长扮演观音，传闻女人只要摸了他脚下的莲台，生的必定是儿子，所以街上的人都纷纷涌了上去，只剩下老艺人尴尬窘迫地站在那里，看着手里寥寥无几的大洋，他心情不免沮丧。俗话说，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不远处的梁素兰对老艺人的变脸绝技惊叹不已。随后，他不惜放下当红名角的架子，诚心邀请这个街头艺人加入自己的戏班剧组。九流归场，十流归班，老师傅单丝难成线，不如投身梨园，打个平伙，给我们戏班子添一笔油彩。抱歉，隔行如隔山，我是个孤命人，不合群的，独来独往跑单帮惯了。请问老师傅可有衣钵传人了？说句冒昧的话，万一你要是断了香烟，断了香烟，这点小本事就带进棺材去。罪过，罪过，我让老师傅伤心了。好，老师傅，人各有志，将军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。多谢梁老板开茶钱，袍哥人量下一切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老艺人虽说沦落街头，但也有一股作为绝技传承人的骨气和傲气，所以他婉拒了梁素兰。离开茶楼后，他走在冷落孤清的石桥上，陷入了沉思。在30年前，妻子嫌他太穷，扔下1岁的孩子就跟人跑了。后来他又当爹又当妈，一把屎一把尿的才把孩子拉扯大。可不料10岁那年，孩子就因病夭折了。自此后，他孤身一人，以船为家，四处漂泊。本想着就这样了却余生，可刚才梁素兰的一番话，却又让他萌生了把绝活传下去的念头。因为变脸这个技艺历来都是传内不传外，传男不传女，所以老艺人来到黑市上，从人贩子手里用5个大洋买下了一个叫做狗娃的小男孩。老艺人对他是百般疼爱，心想着自己的绝活终于后继有人了。在一个下雨的夜里，狗娃因为夜间起来尿尿，不小心染上了风寒。为了医好狗娃，老艺人不惜把祖传的宝剑给当掉，买药来为他治病。不久后，老艺人带着痊愈的狗娃到街上玩耍，途中遇到了有人玩砍甘蔗的游戏，玩法就是把甘蔗竖起来，离手的一瞬间砍下去。大多人因为刀法不准，只能留钱走人。而老艺人上去后，凭着精准的刀法，连续砍中了好几根甘蔗。老板一看亏钱就不乐意了，于是让人用弹弓暗算老艺人，导致他的脚被刀砍伤。在包扎伤口时，老艺人让狗娃撒泡童子尿来扮不灰，可狗娃却哭着告诉他自己是个女孩。这一下让老艺人猝不及防，原以为狗娃是个茶壶嘴，没想到却是个赔钱货。自己行走江湖一辈子，今天倒被一个小屁孩给耍了。于是他一怒之下丢了些钱给狗娃，让他去自谋生路。狗娃哭着说，我已经被人卖过7次了，都嫌弃我是女的，个个都把我当牲口，只有您把我当人。而老艺人不为所动，划着船就要走。狗娃在岸边一边追一边哭，眼见船越走越远，他就直接跳入了河中。本已经狠下心来的老艺人此时已顾不得那么多，立马跳下去将狗娃救了起来。最终老艺人勉强留下了狗娃，但是让他以后只能叫自己老板，不能叫爷爷。自此后，狗娃成了他的员工，跟着一起到街头卖艺赚钱。虽然日子很是清苦，但狗娃从未有过怨言。在朝夕相处间，老艺人虽然对狗娃的机灵勤快、孝顺懂事很是欣慰，
但由于她是个女孩，所以就再也没有提过传授变脸的事，甚至准备表演的时候也不允许她来偷看。狗娃对老艺人重男轻女的观念很不服气，说你看观音菩萨也有奶，也是女的，为什么你还天天供着她？老艺人听了后是哑口无言。一天夜里，按捺不住好奇心的狗娃趁着老艺人不在的时候偷偷试戴脸谱，接着一个不小心就把脸谱给烧着了。在慌手乱脚中，他又引燃了干草，火势继而蔓延开来，最终将整艘小船烧得干干净净。狗娃自知闯下大祸，只能愧疚地离开了老艺人。在街头流浪乞讨的时候，他不幸又被人贩子给抓了去。在破旧的阁楼上，他认识了同样被拐来的3岁小男孩天赐。一天，趁着人贩子喝酒划拳的时候，狗娃带着这个小男孩冒险从屋顶逃了出去。之后，他把天赐偷偷地放到了老艺人的船上，自己呢则继续流浪。他原以为这样能报答老艺人的恩情，哪不知天赐是当地富商的孙子，家人和警察局到处都在重金寻找这个小孩。对此一无所知的老艺人，才带着天赐到街上游玩的时候，就被当场给抓了起来。在重刑之下，老艺人被迫认罪。接着，警察局把县里最近的10几起案子全算到他的头上，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。老艺人是百口莫辩，正所谓裤裆里的黄泥，不是屎也是屎。他以为自己靠一身本事就能走遍天下，但是却没有想到稍微有一点意外就会招致来杀身之祸。狗娃得知后悔恨莫及，就跑去看望老艺人。老板，我本来想给你送个孙子，没想到把你害了，害成这样。普安，你别哭了啊！我前生欠你断头香，我今世还你性命债，咱们也算是有缘分。后来，狗娃在酒店老板的指点下，去恳请梁素兰找师长求情，不过却遭到了拒绝。在师长的寿宴上，狗娃模仿川剧中观音舍身救父的情节，将自己挂在戏台的高处上诉说冤情。见师长仍是无动于衷，起身就要走的时候，狗娃自己割断绳索，从高空坠落下来。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，梁素兰一个箭步冲过去将他接住，接着两人一起从陡峭的石阶上滚了下来。看着头破血流的梁素兰和他怀中昏迷的狗娃，师长不免感叹道：就连一个戏子和小孩都懂得情义二字，自己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于是他答应出面为老艺人伸冤。老艺人获救后回到了码头上，看到了正在擦船的狗娃。狗娃，老板，狗娃啊，叫爷爷，叫爷爷。后来，老艺人打破了传男不传女的规矩，把变脸绝技传授给了狗娃。一个独自飘摇的老人，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孩，就在这个炎凉的世态里，用朴素的价值观告诉我们：人间最宝贵的不是金，也不是银，而是留存在心中的真情。看完这部电影后，你会发现，曾经我们有演技炉火纯青的老戏骨，有单纯真挚的好作品，有好剧本和好导演，有精妙绝伦的台词对白，也有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。那个时候拍电影不是为了票房和名气，而是像制作艺术品一样呕心沥血。导演吴天明说过，现在的一些电影人缺乏一种精神支柱，主要想的都是赚钱，而赚钱就要娱乐观众，随之而来就是创作上的谬论。这样的电影就无法承载社会和文化的责任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扮演狗娃的周润莹，但是凭着在电影中出色的表演，拿下了珠海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。这不禁让很多人产生了疑惑：一个从未学过表演的小女孩，怎么会对角色的情感和表情拿捏得这么好呢？原因是她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远比电影更加坎坷。她的原名叫任盈，在5岁的时候，父亲就因为吸毒和赌博被关进了监狱中，包括母亲也染上了毒瘾。由于无法照料她，只能将其寄养在杂技演员周志礼家。后来周志礼才将她起了个艺名叫周任盈。8岁那年，她因为跟随养母学习过杂技，所以被导演吴天明选中参演电影《变脸》。之后，她凭着出色的表演，获得了珠海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。对于当时来说，她的前途是一片光明。可现实远比电影曲折。当戏才拍完，任盈拿到片酬时，
亲生母亲却突然出现，把她带走，甚至连最佳女主角的奖都没有来领。而任盈自此了无音信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几年后，养母周之礼刊登文章寻找任盈，不料却被任盈的亲生母亲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，说她私自为任盈改名，侵犯了名誉权，要求赔偿。一同被告的还有刊登寻人启事的报社。在亲生母亲的眼里，孩子似乎已经成了一棵摇钱树。如今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，我们不知道狗娃在现实中过得怎么样，也不知道他怎么去面对那个凌乱的家和不堪的父母。他是否还能像电影中一样遇到一个真心疼他爱他的老艺人，还是继续被命运戏耍，被现实伤得千疮百孔？